什么是订单流呢？订单流呢，它是提供了一个深入了解市场运作机制的层面，然后是观察市场运动解剖结构的 X 光啊，这是一个比喻啊。刚刚讲了那么多，其实我们要关注的就是每一笔订单，不管它是成交的订单还是没有成交的订单，它挂出来了，但凡它在这个市场里面挂出来显现出来了，有形成这么一个数字了，我们就要关注它。那过去呢，为什么订单流不活呢？是因为散户没有办法去观察或去分析订单。你们想一下吧，咱们推到10年前，17年之前，如果你们要做交易的话呢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啊，你们有办法去分析订单吗？你们应该分析不了订单，为什么呢？你们那个时候能拿到的最牛逼的数据，就是像做国内的话有 Level 2 数据。这个 Level 2 数据呢，应该都形成了一个认知，就是关注订单的、关注盘口的都是做超短线的，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。为什么会形成这种观点，就是说观察订单就是做超短线的？因为你记不住，比如说一个大单打出来了，你只能记住这个大单在某一个价格出现过，然后你可能记住1天吧，顶多了，你记忆力好一点2天吧。但如果说它这个行为反复出现，可能换了不同的价格，但是相靠近的这个行为你看得见，你还记得住吗？你记不住了。也就是订单呢，过去缺乏工具，你像现在的我们有工具可以看得到现在 BTC 对吧，数字货币，我能够通过图形的方式，我在每一个价格上面画出它成交的量，我甚至这个数字我也先不用看，我看这个图形的长短，我就能判断它多与少。那过去你能做这个事情吗？不能。所以呢，过去你研究不了这个东西。过去呢，机构在用，机构一直有在研究订单的东西，只是他们呢也是做的高频。然后呢，这啥订单流呢？订单流就是每一笔订单成交的订单以及未成交的订单，关注他们的行为，这就是订单流的东西。然后现在特指呢，订单流呢就是特指这些工具，我们用这些工具就可以分析订单了。然后订单的流动，买入和卖出订单，然后提供一个供需的关系。裸 K 上面讲的很多供需关系是要猜的，比如说一个很长的下影线反转信号，或者很强的一个反包就是反转的信号，对不对？好，从裸 K 的层面上面看，它就是个反包的信号，但是你怎么就知道里面的供需不平衡了呢？这不得从订单上面去做验证吗？对不对？它只是个价格反包了上去，长的下影线 pin bar， 对不对？但是上面的抛压多少，这需求量多少，这个你知道吗？不知道，所以你就要研究订单。然后 Level 2 数据的核心价值，相对这个价格的数据呢，我们能够看到的更深入，对每一根 K 线的内部结构细胞核都能看得很清楚，用很逻辑，就是数据的逻辑去分辨出这一根 K 线里面真实的供需关系以及供需博弈是看得到的。比如说一根 K 线里面，假设这是个阴线的 K， 然后呢再来个阳线的 K， 是反包，对不对？你怎么知道反包里面的供需关系呢？不知道吧？那假设我告诉你，在某一个价格上面，用绿色线代表买入好，在这一个价格，咱们就说就一个价格，就这一个价格上面买入了1000枚比特币，你们要做什么？但是如果说我中间没有任何的买单，没有任何的买入，只是单纯的这个订单成交的零零散散的，那这个时候你就不敢买入。还有就是加密货币呢，其实挺适合用订单流去分析的。为什么呢？加密货币的数据很容易获取，它是7×24小时连续交易的它可以实时的捕捉跨时区资金的异动。比如说10月10号的时候有多少人爆仓呢？我相信有非常多爆仓的但其实10月10号的时候，如果你们在我那个直播间里面的话，应该爆仓的人没那么多有没有躲过一劫的？那个时候呢，首先黄金呢是做涨的，对吧？黄金是风险系数提高，因为那天晚上10月10号我讲过了，冥祭那天呢，巨量的成交黄金就是反映了这个市场的风险的问题。如果说对股指对美国的股指产生非常大的风险担忧的话，黄金短期之内是会走涨的。然后当天晚上同时也发现了什么呢？在数字货币这边有非常多的抛单，非常非常大的抛压。你们看一下这里，我也不会算这个数了，这个加起来吧，这个地方加起来就大概卖出了1500手吧的 BTC。 然后重点是这里是12070和12080这里的抛单加起来有600多手，下面这里呢又有，所以这边的负单大概加起来就主动卖出单大概就占了有我看一下3000呢，3000所以肯定是跑的。然后订单流里面有几个比较重要的概念，首先呢第一个叫足迹图 footprint， 这个就是足迹图你们在
网上看到的一些足迹图呢，估计是这样子的。这个就是足迹图。本来呢，这是一个 K 线，你把它放大之后，你就可以看到在每一个价格上的成交情况是怎么样的。足迹就是反映出这个价格或者这个标的每时每刻做成交的时候，做交易的时候，它的成交情况是怎么样的。比如说10700这个价格，空单为什么跑呢？是因为有 286.72 手打进来了，这个量很大啊。就足迹图的威力就是能够把所有的东西给记录起来。然后左边 14.44 这里是主动的卖出，然后右边 14.23 是主动买入啊，就是这么一个区别，好吧。Delta 就是主买减主卖。那比如说10万美金的那个价格上面，主动买入了1000手，然后同时又有人主动卖出了800个 BTC， 那么1000减800就是200，它的那个差值就是200，这个就是 Delta。如果正数就代表多头力量更强，一般是用蓝色或者说绿色来表示的。如果是红色的话，就代表空头的力量更强啊。像这个地方，刚刚 286.72 是多头更强还是空头更强？是多头更强。所以呢 286.72 减去30.28 等于多少？等于这个值 256.43 是正数，所以它是绿色的。因为它这个256这个数字很大，所以呢它的 delta 值这个绝对值就很大，然后它这绿色这个2就很长，说明这个价格呢很强。 OK， 除了 delta 之外还有 POC 大家应该可能听得多了，叫 point of control。 那这个点怎么去在订单流的概念里面呢，过去呢是很多人去用它的，但在我们的体系里面呢，这个东西的运用没有那么简单。包括 delta 就我们的自己的订单流行为学的交易理念里面呢，首先这个是我认为是比较重要最重要的，因为它这个 delta 会形成一个 delta profile 的东西。 delta profile 的话也下节课跟大家介绍，我认为是非常重要的。然后市面上大部分的都是在看 volume profile。 POC point of control 就是成交量最大的那个价格点，什么意思呢？橙色这个就是成交量分布图，而 POC 呢就是成交量最大的那个点。那这边的 POC 是在哪里呢？是在这里，是在111940这个价格，因为这个价格它最长，你看到吗？这个橙色的线最长，这个就是 point of control POC， 也就是成交量最密集的那个点。但是呢 volume profile 的用法啊有很多的讲究，我们不是那么单纯的看到哪个地方长然后就作为支撑阻力，不是那么简单的。但是这个事情今天是肯定是没有办法去讲完的。